每个人都能想个5个 idea 吧。广告人是所谓的杂家，也不知道是王建国碰瓷直烈，还是直烈碰瓷王建国。今天也是很荣幸啊，我们邀请到了上海资深的广告人 Jason。最近因为有一部综艺《跃上高阶职场》，基于真实的 4A 广告公司的工作环境打造的一个综艺节目，我就突然想到了，我身边还有谁是在广告的一线奋战的，就想到了 Jason。所以呢，我们先请 Jason 大概介绍一下吧。跟你认识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入行嘛，那到现在15、16年的一个工作经验嘛，基本上有12年以上都是在 4A 公司跳来跳去，奥美啊、TBWA。综艺里面的那个 BBDO 啊都有带过，谈笑间就已经凡尔赛了一把。虽然刚才 Jason 不经意他说了这些啊，4A 公司如果是做广告的小朋友，大家都是觉得那基本上算是一个殿堂级的行业最高标准。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 4A， 我就想请 Jason 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4A。4A 其实就是美国广告协会成员嘛，然后它的英文缩写4个 A， 最主要的就是说，它当时在那个行业内就规定了说，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客户就必须得收取一个相应成本创意费用。第一个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的 4A 广告公司带来的广告，1979年是一个雷达表的广告，报纸上小的一个豆腐块，当时是奥美广告公司制作的。第一家进入到中国大陆的 4A 广告公司呢，是1986年，杨罗碧凯、Y&R， 包括像最早我们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什么华文广告的4大教父啊，明星式的人物，劳双恩的这些传说，据说就是他的日薪是3万。再到我们回到最近这个综艺里面，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叫做梁伟峰，你是不是跟他有共事过？综艺里面的那个梁，其实跟我们平时遇到的那个梁基本上是一个感觉，特别的彬彬有礼，特别绅士。他其实同时还是一个音乐人，他在那个节目当中提案现场有直接伴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真的有过这样类似的提案。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参加过一个广告的比赛，One Show，我们当时就入围了嘛，作品就等于说到北京去参加他的创意营。当时的那个评审之一好像就是梁伟峰，因为我后来其实没有接触广告圈了嘛，所以他在我心目中其实一直还是处于那个比较神秘的地位。我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个广告奖，台湾时报，结果一不小心入围了，弄了广告界同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我们可以围绕几个关键词展开一些话题看看。举个例子 ，BBDO 的公司里面门上有什么脑爆间？脑爆这个词儿它是英文来的嘛，叫 brainstorming， 大家聚在一起去聊一个创意。作为一个创意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不断的在脑爆嘛。通常我们都会自己先分头想一想，再聚在一起，大家把自己各自的想法抛出来，相互之间在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启发，让这个东西变成1+1大于2。这个其实是一个蛮痛苦的过程吧。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每一次拿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李诞经常会讲说，每个人都可以讲5分钟脱口秀。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每个人都能想个5个 idea。很多时候我们接触到的客户自己就会抛一些 idea， 而且甚至于有一些 idea 我们都觉得挺好的。这个当中的差别还是有的。创意这个东西是你的专业的话，你可能会有神来之笔的产出，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和时间的磨练，靠无数个痛苦的 brainstorming 大家碰出来。最早讲说广告人是所谓的杂家，他其实什么都要去了解，你要积累知识储备，你才能在工作当中产生所谓的随机的一个想法。我之前蛮有意思的一次经历，当时也是因为脱口秀比较火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蛮有名的脱口秀演员王建国，在他的段子里面讲到了一个梗，就是说曾经有个剃须刀品牌想赞助我们，后来就不赞助了。结果一问原因呢，是说我们脱口秀演员普遍长得比较丑。有一个刮胡刀的品牌谈好了要赞助我们，合约都要签了，那边突然反悔了，说对不起，不能赞助你们了，因为我们大领导不同意，对吧？人家说我们大领导说了，说你们脱口秀演员呢普遍长得太丑。我们当时手里有一个客户就是直烈剃须刀，当时我们就问客户说你们真的有找过他们吗？他说没有啊，可能是另外一些品牌。当时我们就以这个梗，就是说这次我们真的就找到他了，把王建国作为代言。也不知道是王建国碰瓷直烈，还是直烈碰瓷王建国，这个梗产生热度了，你们就顺势推了一下。在整个的创意部基本上是分为2个岗位，一部分就是叫 copy， 就是文案，一部分就是 art， 就是美术。到今天其实广告已经发展到在综艺里面，李诞说了一句口播产生的效应远远大于我们最早电视广告、平面的广告。现在是不是感觉说文案在整个的广告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脱口秀的行业，它同时也能蹦出一些精致或者是所谓的像 slogan 一样的，它其实也能起到一些很强的传播作用，它也能解决传统广告
想要给客户解决的那些问题。在我们平时脑爆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也真的不一定就是文案把那些 slogan 抛出来，包括脱口秀里面李诞也不是一直在强调嘛，不要用谐音梗。那其实谐音梗这个东西原先在文案里面就是被很贬低的一个手法，特别偷懒的一个方式。李诞最早的时候好像也是北京奥美出来的嘛，他也是接受了比较传统的广告训练的，他所以对谐音梗这个东西是有一些天然的排斥心理的。谐音梗这个东西在现在运用的其实越来越多，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下、电商环境下，每个人的时间变得特别的短，4-5个字里面的一个谐音，它能够传递2层、3层含义的话，那是一个特别高效的一个方式。